让大家刮喜了！谢谢乡亲们捧场。谢谢大家，沈明在这里，谢谢各位乡亲父老。沈先生，你怎么来了？叫人。沈先生好。这是3年前，你以金融巨子的身份带领大夏横扫华尔街，谁料米国心生怨恨，竟设计将您陷害，导致您被封杀3年。今日12点便是解封之日，我天鼎集团愿以50%的股份诚邀沈先生加盟。恭迎沈先生加盟。犯不着这样啊！虽然说当年我送给你了几句话，但是这么多年了，你也暗中帮助我未婚妻的公司成了上市企业，所以啊，咱俩的恩早就还完了。这个股份闭了。不，帮助您未婚妻的公司乃我分内之事。毕竟当年正是因为您送我的10字真言，才将天鼎集团从破产的边缘拉回，一跃成为大夏顶级首富。您对天鼎集团的恩情如同再造。只是你今天来的实在不是时候。今天呀，我结婚。再说了，这么大的阵仗，我怕吓着乡亲们。你先回去吧。明白。吩咐下去，跟紧沈先生，12点一到即可签约。是。乡亲们，谢谢大家今天捧场，我现在要去接新娘了。大哥，你看你着急了，花儿忘记拿了。看我这脑子。刚刚那群人是干什么的呀？没事儿，你选问路的，我都打发走了。妈呢？妈都已经去酒店招待亲戚了。哦，对，哥，我跟你说，咱们家条件呀不如嫂子家，这嫂子愿意嫁给你，你可不准欺负她啊。行了，燕儿怎么会嫌弃咱们呢？再说了，哥可告诉你啊，从今天开始，咱们家就要变有钱人了。我哥可是咱们村里第一个考上国外大学的人。快上车吧。走吧。3年前，米国冻结了我所有资产。若若，妈，让你们陪我过了那么久的苦日子，等我资金解冻，一跃成为大夏首富，到时候一定好好的补偿你们。燕儿，我已经从家里出发了，马上就去接你。小明，我暂时不能和你结婚了。你说什么？来，各位，让我们一起庆祝楚氏集团成功上市！大家一起举杯，干杯！干杯！先生，敬您一杯。燕儿，你的公司能成功上市，最应该感谢的人就是天鼎集团的肖总了。你赶快敬人家一杯啊！哎，如意，你这说的什么话？以楚小姐的能力，就算没有我的帮助，那也一定会平步青云的。我先敬你。楚小姐，你还真是女中豪杰。哎呀，燕儿，你看萧少对你那是夸赞有加呀！难道你就真的甘心嫁给沈明那个穷光蛋吗？如烟，我知道你想说什么。沈明自从3年前回国，跟我的差距是越来越大，但是毕竟我跟他是有感情基础的。燕儿，你现在可是整个江海最具潜力的企业新星了，那婚姻大事讲究的是门当户对。以楚小姐如今的身价，姓沈的确实配不上你，能配得上楚小姐的人，也得是人中龙凤啊。那是自然，
你看你的公司上市，姓沈的一点忙都没帮上，那从这点判断，他根本就是图你的钱。对比下来，我们萧上才是你的良配呀！你们两个在一起，那叫强强联合，那楚氏集团一跃成为顶级豪门，还不是指日可待呀？可是我明天就要和沈明结婚了，说这些也没用了耶。嫣儿，你要是实在狠不下心，你就交给我，我明天帮你测一测，那个指明对你到底是不是真心的。爸妈，我的新娘子啊，谁让你下来的？如烟，这沈明马上来接亲了，可怎么办啊？你别担心，我肯定不会让他进那道门的。燕儿，你们两个赶紧把新娘子带上去，快去吧，都交给我。燕儿，我们来了。大总，我来接你来。如烟，我女儿幸福可全靠你了啊！阿姨，您就放心吧，那我作为燕儿最好的姐妹，我肯定会帮她摆脱沈明这个累赘。燕儿，我来接你回家了。哥，嫂子家都准备好了，电话就是跟你开玩笑，让你着着急。燕儿，我来娶你了，跟我回家吧。嫂子啊，我跟我哥来接你回家啦。站着！沈明，电话里说的还不清楚，燕儿现在还不能嫁人。不能嫁？什么意思呀？一点考验都没有，你就这么轻易的娶到了燕儿，那你肯定不会珍惜的呀。哎呀，哥，你也真是的，人家新郎官接新娘呀，都要通过层层考验才可以。你这么简单想把嫂子接走啊？说的是啊，那不管什么考验，来吧。这可是你说的，没问题。那就开始第一关，把衣服脱了，穿上这。脱衣服？这吴燕姐，这么多人呢，穿衣服不合适吧？这颜色也不好呀。有什么不合适的？换个衣服啊，就是要看看他在燕儿面前能不能够坦诚相待。我当然。小闪，不是我说你啊，就连这么一点考验你都经受不了，那我们两口子怎么放心把女儿交给你啊？是啊，再说了，当年我也是这样过来的。可是这个，可是什么呀？不愿意呀，那就回去吧，请吧。若若，今天是我大喜的日子，大家都是图个开心嘛，我也不能扫兴，我换，还挺合身的哈。拿来，如烟姐，要不帽子就算了吧。拿来吧。如烟，这个剧，扮小丑，那就得扮全呢。你们看到，他真的很像一个小丑啊！现在可以进去了吧？慢着，这才哪儿到哪儿啊？第二关，这是干什么？这什么东西啊，这么臭！这是我们燕儿为你准备了3年的爱情神库。你这要我干嘛？喝了它，喝了才能进去。我们这儿叫苦尽甘来。哥，不能喝这个。沈明，不能喝。是啊，太欺负人了。就是啊。沈明，好了，不能。好了。若若，你跟妈为了我结这个婚付出太多了，都已经进行到这个环节了，我不能让你们白白辛苦。一杯咖啡而已，快喝了。喝啊！伯父、伯母，我干了。哥，没事吧？吐出来还不算啊！来，好事成双，再来一杯。
你们也太欺负人了，这明明就是洗地水，我要自己上去问问我嫂子。沈明，要不我们还是走吧？沈明，这太欺负人了。就是，走，大家听我说，你们听我说。硕硕，你先别去，嫣儿好歹是人家家里的掌中宝，算了吧，第一杯都喝了，第二杯我有啥喝不了的？这是死了，你敢来？好了，考验结束了吧？我能进去了吧？还站住！考研都没结束呢，谁让你们进来的？我哥这小丑也办了，脏水也喝了，还要什么考验呀？就是。沈明，还不赶紧跪在嫣儿面前！嫣儿，我来娶你了，嫁给我吧。嫣儿，哎呀，这嫣儿的鞋怎么有点脏了呀？啊，等等，谁让你用手擦了？用嘴舔啊？什么？你要让我舔鞋？那不然呢？舔嫣儿的鞋呢，是要证明你对嫣儿真不真心。证明真心的方式有很多，为什么要舔鞋呢？心神的，你懂不懂？这鞋呢是代表你们一起走过的路，你连嫣儿的鞋都不敢舔，怎么证明你对她的真心啊？那依我看，你就是心怀不轨。刘烨，你这是什么话？我跟嫣儿的感情天地可见，不用靠着这些恶俗的方式来证明。你什么呀？我也觉得这样稍微有点过了，要不就算了。那好吧，这一关就算是过了。下一关，拿来。啊！就你们这仨瓜俩枣，打发叫花子呢？我们嫣儿天之骄女，没有300万，休想带走她。300万？如烟姐，这彩礼已经给过了，而且300万这么多，嫌贵呀？没钱那就滚呐！没事的，相信大哥，300万是吧？我答应了。嫣儿，只要能娶你，花多少钱我都愿意。说大话谁不会？既然你答应了，那就拿出来呀！吹牛皮吗？谁不会呀？现在不行，不过12点之后，你别说300万，就是3000万、3个亿，我都照拿不误。3个亿？你现在还真的变成小丑了？我明白了，你这是在拖延时间，你想等到结婚了，生米煮成熟饭，然后再赖账。你这招我见得多了。钱对我来说只是一个数字，对于我来说，多少钱也比不了嫣儿在我心目中的位置。嫣儿，你是相信我的吧？沈明，你知道的，我爸妈就我这一个女儿，我不想让他们失望，这是我们家的底线。嫣儿，一时之间，你让我去哪凑这300万？没钱就赶紧滚蛋！穷鬼也配结婚？你是谁？一个连300万都拿不出来的垃圾，你也配知道我是谁？沈明，睁大你的狗眼，好好给我看清楚了，这是萧少、萧天策，江海的豪门子弟，天鼎财团的副总。我们嫣儿能有今日的成就，全靠人家助力。跟你这个废物不一样的是，人家是真正的白马王子。你帮助嫣儿？没错，小子，天鼎财团知道吧？从3年前的籍籍无名，到如今的坐拥1000亿资产，全部都是因为我在3年前给美女总裁留下的10字真言，让这位美女总裁对我倾心有加。宁总怎么会帮你这种人？沈明，把你的口水给我放干净点！你个废物懂什么呀？人家那个层次看重的是才华。无妨，一个蝼蚁而已，何足挂齿。今天我就让你看看我们这个阶级是怎么办事求婚的。嫣儿，这里边有1000万是我为你准备的，还有这个，这是我萧家为你购置的汤城2品别墅一套，作为彩礼。我喜欢你。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，你在干什么？萧少，你这是干嘛呀？
妍儿，你看人家萧少多大方，像这个事口口声声。萧天策是吧？宁总要是知道你在我的婚礼上抢亲，他要是问责下来，你担得起吗？他妈的算什么东西？宁总会为了你向我问责，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。就算我当着你的面把燕儿要了，你又能说什么？你敢？我有何不敢？你别说，跟你还真配。哥，我们有钱了，可以带嫂子回家了。哥，刚刚妈给我打电话了，然后她把房子卖了，把养老金取出来，找亲戚凑了点，凑合着300万了。这怎么行了？这可是咱们一家人住了一辈子的房子，怎么能说卖就卖啊？哥，妈说了，咱们一家人在哪儿，哪儿就是家。快带嫂子回家。若若，放心吧，哥明天就把房子收回来。闪开！我要娶我的女人回家。300万就想让老子让路啊？结个婚把房子都卖了，那燕儿嫁过去能有什么好日子？你们赶紧滚啊！嫂子，这300万可是我们家的全部家当了，现在我们拿出来了，你可以嫁给我哥了吧？亲戚们你都已经在酒店了，再闹下去可就不好看了。现场还有许多贵宾等着，就算发难也不能吃现在。燕儿，我有钱了，你跟我回家吧。选我还是选他？你这个畜生，你想干什么？你们别再闹了。沈明，你现在满意了吗？燕儿，燕儿，别生气了。沈明，你站住！这儿没有你的位置。我是新郎，难道不应该跟新娘一起坐头车呀？不应该，让我陪着就行了。你坐后面上去。啥？沈明，如烟是我最好的姐妹，她陪着我比较安心，你就坐后面的车吧。燕儿，燕儿，你听见了吗？喊燕儿损失了那么多钱，滚后面去！燕儿，燕儿，你，燕儿，燕儿，燕儿，是公司上市之后带来的压力太大了。你放心，今天我一定给你一个大惊喜。等我的千亿财产解封，一切都是你的。宁总，你说的那份合同我接了，今天12点准时来婚礼现场找我签约。但我还有一个要求，你帮我给嫣儿要再送上一份大礼。没问题的，沈先生，我这就安排。徐特助，吩咐下去，准备200亿合同送给楚氏集团，另外再备几份厚礼，我要亲自上祝贺。是，宁总。嫣儿，你刚刚为什么拦我呀？就差一点儿，你就能甩掉那个拖油瓶了。那能怎么办啊？如果刚刚的事情越闹越大，肯定会影响我在大家心目中的形象，到时候公司肯定会受到波及的呀。你也是，萧少那么做肯定是你们商量好的吧？如今公司根基不稳，要是让大家知道我喜新厌旧的话，那公司的地位就真的岌岌可危了。我没有啊，你跟萧少那是郎才女貌，天生一对儿。你有想法，做姐妹的当然要帮你了。不过你也不用担心，我有办法让你不仅能甩掉那个废物，而且还能在大家面前留个好名声。待会儿可是一出好戏。来了，新人来了！终于来了！来了！我先去里面看看，要不要帮忙呢？啊，快去！妈，真是呀！你怎么从后面的车下来的？谁陪着嫣儿了？妈，别问这些了，房子的事情我都知道。儿子，你说这些干啥呀？只要你能成家，做什么都是值得的。快接嫣儿！新娘子，吓了我一跳。嫣儿，你把车门打开，你看。妈都等着急了，咱们先进去吧。看一眼得了，还没到下车的时候呢。你又要闹什么？如烟，嫣儿她有什么要求，你给我说就行了。我们嫣儿呢，现在好歹是上市公司的总裁，整个江海的商业新星，就这么草率的嫁给你这个儿子，
但那些合作伙伴还有亲戚什么的，肯定会瞧不起他的。到时候要是影响了合作，那麻烦可就大了。什么面子工程？我结婚而已，轮得到他们说三道四吗？儿子，你少说话。可人家嫣儿那生意做得这么大，那看重这些那是很正常的。宇文嫣，嫣儿她有什么要求，你都跟我说，我们家一切都按着可以配合的。这是你说的配合啊？首先，婚礼的排场不够，按照我们大夏俗约，3书6礼10礼红妆一样都不能少，该给的钱要翻倍。之前是彩礼300啊，现在是下车费500万。说什么？怎么不愿意啊？那这婚可就真没法结。我不信这是燕儿的话，我要亲自去问她。燕儿，如烟的话就代表我的意思，听见了吗？拿钱吧。嫣儿，你是知道我们家的情况的。为了你和小明的结婚，我真的是把能拿出来的都拿出来了。只是这500万的下车费，你看，要不就……阿姨，你知道的，我是做生意的，要是让那些竞争对手知道我结婚这么没排场的话，他们会看清我的呀。知道，我知道。可是这500万的下车费是不是太多了？你能不能少一点啊？这个是我当年嫁到沈家的时候，小明的奶奶给我的，这个给你。什么玩意儿啊！啊！你当这是你家门口菜市场，在这讨价还价呢？李文健，我爸好歹是长辈，再敢动他，小心我对你不客气。儿子，不要生嫣儿他们的气。长辈，你看他有点长辈的德行，就连区500万的下车费都拿，他有什么资格当我长辈？哈哈，不是结婚吗？怎么连车都不下呀？萧少年可算是来了，这么一家子穷鬼呀，连500万的下车费都拿不出来，还想娶嫣儿？500万都拿不出来，确实穷啊！要我说呀，这做人就是不能老做梦。你说呢？别太过分了。没钱啊？我借给你。儿子，他是你什么人呀？500万这么多钱，一下就借给你了。妈，阿姨，我跟你儿子呀是很好的朋友。哦，睡同一张床的那种。真的吗？太好了，儿子呀，你以后啊赚了钱，你给他好好请人家吃顿饭呀。妈，让开！妈，来，你没事吧？睡觉的，你想干什么？想要钱，哪有那么容易啊？你想怎么样？简单，从这儿钻过去。你说什么？你还不愿意了？人家萧少位高权重，捏死你们就像捏死一只蚂蚁这么简单，让你钻个刀就能赚500万呢！你上哪儿找这么好的事？妈，您别走，我已经安排人给嫣儿送礼了，咱们不缺钱。哪来的野狗在叫啊？不要打我！不要打儿子！不要打儿子！儿子，你怎么喂，样？王太婆，你是钻呢，还是不钻？放开我！儿子，结婚不容易，妈只能帮你到这里了。妈，好，我钻。妈，不要，放开我！你说什么？好，好，好，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。好，放开我！停下！嫣儿，你下车干嘛呀？你马上就能甩掉这家拖油瓶。
我刚刚接到天鼎财团宁总给我打的电话，他要向我公司注资200亿，并且到时候会亲自到场祝贺。真的假的？燕儿，你说的是真的？200亿呀！是真的。天鼎财团宁总的总裁助理特助徐未来亲自给我打的电话。徐未来，那可是宁总的亲信，看来一定得牢牢的把楚嫣儿把在手上。嫣儿，这就是我为你准备的。你要不要脸？你就是一个连500万都拿不出来的废物，居然还敢冒领天鼎集团的投资！就是，潇洒，我之前呢还觉着你是一个潜力股，现在看来，你就是一个沽名钓誉之辈。200亿啊，这么大一笔钱，你能拿得住？区区200亿算什么？不仅如此，天鼎集团的宁若南也是我今天让他过来见证我们俩之间的结合的。盛明，我看你这脑子是被打傻了吧？这种话都敢说，找死吧你！够了，沈明，你明知道天鼎财团宁总是我的偶像，一生追赶的目标，我好不容易得到他的青睐，可你却3言2语折煞他，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。如今我公司已经有了200亿，我已经不需要沈明，我们恩断义绝。楚嫣儿，你要跟我分手，这是咱们的婚礼现场。不错，燕儿，你不要这样子说，下车费我尽力给你凑，我就是卖血卖器官我都给你凑。可是你不要和我们家小明分手好不好？现在就算拿出来5000万，燕儿也不会嫁给你这个窝囊废儿子的。就是，你儿子本来就配不上我女儿，更何况我们现在已经有了200亿的投资，还想帮着我家，报你的春秋大梦去！嫣儿，你就任由他们这些人在面前羞辱咱妈妈？沈明，我们已经分手了，那是你妈，不是我妈。还有这3年，我早就受够你了。自从你回国以后，我俩的差距是越来越大。我原本以为你会因为那300万彩礼知难而退，可你非但不知悔改，还变本加厉。我楚嫣儿是个要脸面的人，我可不想以后别人说我的男人是个软饭男。所以，这些都是你的安排。你知不知道，咱妈为了咱俩能结婚，把她养老的钱都出来，房子都卖了。关我屁事，那是你自己没本事。我没本事，是我的资金被冻结了3年，而且因为协议，我不能加入别的公司。但是你知不知道，你这么多年能顺风顺水，都是因为我在背后默默支持你。嫣儿，这小夫妻之间有点矛盾，那很正常。我是过来人，我真的很能理解。可是，这好好的家，不能说算就算呀。志明，你这脸皮真是比城墙还厚啊！人家燕儿现在能有如此的成就，那都是靠人家自己的奋斗，还有萧少的扶持，跟你这个穷鬼个屁的关系！那我看，要是不好好收拾你们这一家，你们就会像狗皮膏药一样，一直黏着我们家燕儿。来，给我去打！好，你们要干什么？要打就赶紧打，等会儿宁就要来。燕儿，你终于想通了。之前是害怕他们家会影响我，现在好了，一切尘埃落定，无需跟他们讲了。嫣儿，你的脸变得真够快啊！你对我虚假的感情，我可以既往不咎，但你敢纵容他们伤害我的家人，一定会让你付出代价。别他妈废话！正好这一家子穷鬼整整齐齐的都在，给我把他们往死里打，打得越狠，这些钱就归谁？行吗，小生？看我干嘛？打呀！就打我们！别打我妈！你给我住手！徐特助，没想到他真的亲自来了。看来这宁总确实很看重楚嫣儿。你谁呀？多管什么闲事儿？让开！呀，这位就是徐未来徐特助，宁总的特助。真的吗？哎，那咱们千万不要得罪他。大庭广众的聚众斗殴，这像什么样子？徐特助，不好意思啊，你别生气。舒燕，还不赶紧给徐特助道歉？对不起啊，徐总，我有眼不识泰山。嫣儿，我说过一定会让你付出代价的。
我的100亿上市之梦马上就要破碎。在徐总面前，你还在大放厥词，你找死啊你！无妨，我今天呢是奉宁总之命前来给楚小姐附送200亿投资合同。是真的，合同是真的，当然是真的。楚小姐能力过人，能得我们宁总的如此赏识，定是人中龙凤。你成功了，宁总真的很看重你啊！谢谢徐特助，我一定不会辜负宁总的期望的。楚嫣儿，你先不要着急说这些慷慨激昂的话，这份合同你拿不拿得住还不一定。你怎么还在嘴硬啊？人家嫣儿把这合同切切实实的都拿在手里了，你还在强撑你那点可怜的自尊心？就是，嫣儿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了宁总的赏识，并且得到注资200。可不像某些废物，连区500万的下车费都拿不出来。你们这群无才无德之人，等宁若南来了，自然会把合同收回去的。姓沈的，你自己是窝囊废，别拖累我女儿，赶紧老老实实的给我滚！嫣儿，徐特助，这个废物就交给我吧，我会让他好好说说。肖副总不必问我，我今天来呢，只是来送投资合同罢了。像他这种闹事的小鬼，楚小姐，您自行决定处理即可。不过，楚小姐，您现如今作为我们天鼎集团所看重的人，宁总稍后便到。倘若让宁总看到这般场景，楚大姐，您还是自己好思量。那就劳烦萧少帮我修理修理这不识相的下人了。你敢！这份合同是我让宁若南拿出来的，你们拿得住就守得住吗？沈明，谁给你的胆子，让你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嚣张？你要干嘛？我再给你最后一个机会，要么现在带着你这帮子穷酸家人跪下来给嫣儿道歉，然后滚出江城；要么我把你的双手双脚打断扔出江城。2个选择，你自己选。你儿子，妈，我知道你放不下嫣儿，可是你们注定从今天起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。儿子，放下吧，这日子不是还得过吗？咱们走。哥，妈说的对，什么都没有咱们一家人好好的在一起重要。妈，若若，我不是在纵容他，而是要为你，为了若若，讨回一个公道。你们2人这么多年为了我的婚事劳神伤身，可他呢，根本就不在乎。不仅如此，还纵容这么多人伤害你们，定然不会放过他，要让他付出代价。楚嫣儿，你知道吗？我本来想送你一夜入豪门，1不懂云霄，200只是一个开胃菜。如果你不纵容他们伤害我的家人，还会得到1000倍、万倍的回报。但是你错过了。不仅如此，你现在所拥有的一切都会收回来，做个对你背信弃义、始乱终弃的惩罚。始乱终弃？盛明，你也好意思说这种话？我实话告诉你，我们嫣儿压根就没看上过你，才那个自作多情。就是啊，你现在和我女儿已经不是一个阶级的人，赶紧给我滚，少在这碍眼。沈明，你若自行离去，我便让他们不会动手，事情别闹得那么难堪。难堪？你知道什么叫难堪吗？在你克你刁难、强加彩礼的时候，你不觉得难堪吗？在你肆意妄为，让我母亲受胯下之辱的时候，你不觉得难堪吗？在你眼见着我母亲受伤还无动于衷的时候，你不觉得难堪吗？楚嫣儿，你不是一直想甩开我吗？好，今天我就如你所愿，我从今天开始恩断义绝。但是你给我记住了，不是你甩了我，而是我要你。沈明，还有，你不是很在乎颜面吗？我看看你今天怎么面对里面的高朋满座。说得好，沈明，
要我说，在场的各位，论嘴性也是第一名。嫣儿，有我在，你什么都不需要担心。其实从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，我就喜欢你。嫁给我。嫣儿，还愣着干嘛呀？萧少可比那个废物能耐多了。嫣儿，萧少能看上你是咱们家的福气啊！那个废物说的对，里面的宾客还得给个交代，不是吗？结婚是喜，失信是报。萧少方方面面都比这个沈明废物强，这也算是缓兵之计了。我宣布，今日的新郎就换成萧少。不要！不要！妈！不要！妈！你怎么了？你别吓我呀，妈！妈！没事。你说这好好的大喜日子，怎么成这样了？妈，你先平复一下心情。你放心吧，儿子根本就不缺这门婚事，之前是儿子瞎了眼了，看上了楚嫣儿这种虚荣的女人。都怪妈妈没本事，没有帮你撑好家，儿子。妈，你千万别这么说。您和若若把所有的积蓄都拿了出来，甚至把住了一辈子的房子都给卖了，就为了我能成家。这种恩情，儿子铭记在心，又怎么敢怪您呢？都是这个人，这个虚荣的女人贪得无厌。妈，放心吧，以后我就守在你们身边，好好陪你们过日子。啊，若若，你和嫣儿好歹也有3年的感情，今天是他们大喜的日子，我们不再整添乱。你和嫣儿也不要搞成像仇人的样子，好不好？妈，这您大可不必担心，他们对于我来说不过就是秋后的蚂蚱，不用我亲自出手，自然会有人找他们算账的。放心吧，他们今天欠下的每一笔账，我都会让他们千倍百倍的偿还。还有1个小时，1个小时过后，楚嫣儿，你后悔都来不及。走，妈，我先扶你去医院。走。嫣儿，我这就把他们穷病一家收拾，算我送你的第1个结婚。站住！哎，你耽误了嫣儿3年的时光，今日是我和嫣儿的大婚，我不得给她一份大？什么？干什么？放开我妈！放开我妈！啊！为什么？小天策，畜生！你要对我妈做什么？别急，今天你们一家人1个都逃不掉，就先从你开始。妈！小天策，你有本事冲我来！放开我爸！哎呀，让你跪你就老实跪着，怎么嘴那么硬啊？猪狗不如的畜生，我是不会放过你们的！你自己心里没点逼数吗？你根本就配不上我们嫣儿。我告诉你，这就是我们有钱人的处事方法。怎么样？你说你早点听话，离开我们家嫣儿，你妈还至于受这种罪呀？没错，我女儿现在可是受到了天鼎集团的青睐，拥有了100亿身家，绝不能让你这种有污点的累赘连累了嫣儿。就是，小少，还劳烦你帮帮忙，把这些人全赶出去。乐意效劳。你们这群人1个2个的，开口闭口全是钱，难道有钱就可以为所欲为吗？哇！建明，看清楚，老子今天就告诉你，有钱就是可以为所欲为。就比如你们这一家子建明，老子只要玩开心了，哪怕是把你们玩残了、玩废了，不就是赔点钱的事吗？钱我有的是，哈哈哈哈！没钱。人家萧少啊，可是有着1000亿身家，而且人家还是天鼎集团的副总。像你们这一家子穷光蛋呀，平时见到人家萧少，想给人家下跪都没资格。下跪？姓沈的，你最好识相点，
赶紧给萧少还有嫣儿跪下道歉。人穷啊，就别要脸了，反正没用。小子，要怪就怪你做错了梦，楚小姐不是你能招的。做梦！楚嫣儿，你扪心自问，跟我在一起的这3年当中，你想要的每一样东西，我没有满足你。你想要的任何东西，我跟我妈根本就没有推辞，全都帮你办到了。你说你要排面，我就安排了全市最有名的酒店给你办婚礼、婚纱、戒指，哪一样没有满足你？买卖不成仁义在，你到头来就是这么纵容他们，伤害我家人的。你这叫放长线钓大鱼，谁不知道你那点脏心眼儿啊？你就是想靠这些破烂东西博得嫣儿的在意，等到结婚了你好分她家产。这就是这么靠的。沈明，你不说我都已经忘了。既然咱们已经分手了，那东西就应该分清楚一点。这2条金鱼是你跟我在一起的时候你送给我的，你当时说我们要幸福美满一辈子。可是我现在不想嫁给你这个窝囊废了，这2条金鱼我还给你。萧少，你快动手吧，别让他们在这儿碍眼了。王九都没见过这么变态的要求，那就满足你啊！不要打我儿子！不要打我儿子！都是我的错，有他就打我，不要打我儿子！好久都没听这么贱的要求，那就满足你！放手！哥快走嘛！还能动啊？证明打的还是太轻了嘛！还不开口？呀，你看，这不是道歉了吗？这口斗也不硬了。哎呀，萧少，您还是心肠太软了，这才哪儿到哪儿啊？你看咱们嫣儿气儿一点没消呢。那就继续了。萧天策，要再敢动我妈和若若一下，我保证让你，还有让你萧家万劫不复！让我萧家万劫不复啊！就凭什么？就凭你一个跪在这儿的废物啊！萧少，我看呀，他是被你给吓傻了，在这儿胡言乱语呢。你小子，我不但要玩你的老婆，还要你一个标准的学生妹呀！哎，我有几个好哥们儿，最喜欢的就是学生妹。你说我要是把你放到萧天策，在江海还没有我不敢做的事儿。喜欢嘴硬是吧？那老子就把你的牙敲掉，看你还怎么嘴硬！对不起，若若，对不起，妈，是我没保护好你们。住手！沈先生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先去救我妈跟若若。快！我今天要让这些人全部付出代价。这是谁干的？给我站出来！哎呦啊，你哪位呀？想替这个废物出头是吧？闭嘴！你是个什么东西？有你说话的份儿吗？徐特助，如烟是我最好的姐妹，所以啊，请您给她尊重。尊重？知道她出言冒犯的人是谁吗？能让你这么感激的人，到底是谁啊？天策，到底是谁啊？他是楚嫣儿，就你还号称是天鼎集团宁若南的追随者，怎么，他现在已经来到你面前了，还是认不出来吗？
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我天鼎集团总裁宁若南，你们真是好大的胆子，敢如此欺辱沈先生！他是宁总，他是宁总，宁总为什么要帮沈明这个废物啊？我也不知道。报告宁总，我本是前来送投资合同的，我并不知道您和这位先生的关系，刚才还以为这位先生在出言冒犯您，所以才允许他们对这位先生施以惩戒。哦，对，宁总，您知道这种废物，他喊您的名字就是对您的冒犯。大家谁不知道，宁总那就是天鼎集团的代名词。这种废物居然扬言说您见了他都得低头3分，简直就是找死！哦，我明白了，宁总，您是大人物，有菩萨心肠，但您千万要小心，别被这块狗皮膏药给粘上了。我们家燕儿就是被他这样缠着不放的，不信您问问。狗皮膏药。据我所知，今日不是他和楚小姐的婚礼，为何会闹到如此地步？哎，什么婚礼不婚礼的呀？这个废物连500万的下车费都拿不出来。我们的好女婿啊，现在是萧少。就是。宁总，原谅燕儿的冒昧。不过你在第一次大众面前露脸，燕儿从未见过你，能让你看到这样的笑话，我马上处理啊。宁总，他敢冒犯您，我这就替您出气。你敢？一群井底之蛙！如果沈先生是废物的话，那在场的各位连废物都不如。宁总，如烟是我最好的姐妹，她只不过想替我收拾那个废物。你不必生气啊！你给我闭嘴！你以为你是谁呀？你收拾他？我实话告诉你，连我都不够格。宁总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你从来的时候就偏袒这个废物，他有什么值得你偏袒的呀？楚燕儿，事到如今，你还是执迷不悟吗？若不是我身上有限制，你现在连给我提鞋的资格都不配。哎，行了，少在这吹牛逼了。人家宁总那是菩萨心肠，不想让你死得太难看。你可真把自己当个人了啊！你就真是个畜生！沈明，你利用宁总蹬鼻子上脸，你真是个人渣！我蹬鼻子上脸？我看蹬鼻子上脸的是你吧？行了，少在这逼逼。我看你小子路也是走到头了。我看路走到头的是你们才是。沈先生，请原谅我时机未到就贸然做出决定，现诚邀您加入天鼎集团，这是之前承诺过您的天鼎集团50%股份，请您笑纳。什么？50%？天鼎集团50%的股份？天哪，那得是多钱呢？这天鼎集团啊，可是号称有着几千亿身家的顶级豪门啊！这50%的股份，他至少也值1000亿啊！不是，这小子他何德何能啊？他竟然有这种机会？这怎么可能啊？这怎么可能？怎么不可能？你们口中那个废物沈先生，若论才能，在场的所有人，包括我在内，都不及他的1/1000。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宁总怎么会如此看重这个废物？宁总，您是不是听错了？这个人样貌平平的，属下实在难以将他和你。我什么时候教你以貌取人了？属下不敢。你们这群鼠目寸光之辈，都给我听好了！在场的谁若欺负过沈先生，有一个算一个，我绝不放过。来人，把现场给我围住了，任何闲杂人等不得入内。当然，所有人也不得离开，一一听候沈先生发落。
宁总，这是请沈先生作弊上官，这些庸能之辈，待若男帮你一个一个处理掉。好，我看上。开始吧。楚明，你在搞什么鬼把戏啊？哼，怕不是知道嫣儿得了200亿的投资，羡慕嫉妒的心理扭曲了吧？就是200亿，你不提这茬儿，我差点都忘了。宁若楠，当初我让你准备一份大礼，是为了准备我跟楚嫣儿的婚礼。如今这婚结不了了，那礼该收回来了。是。你干什么？给我！我不给，这可是200亿，送都送出来了，还要回去，没门！我说给我，拿过来！不是，徐总，这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这份合同本就是遵从沈先生的意愿送给你家，沈先生若想拿回去，只需要一句话的功夫。不是嫣儿，你快说句话呀！这可是200亿的合同，这还没到手呢，就跑了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沈明是个宁总像迷魂药了，这么听他。沈明，不管你是怎么哄骗宁总的，你现在赶紧把合同还给嫣儿。那可是200亿的合同，你这辈子见过这么多钱吗？那个合同要是有任何闪失的话，把你全家卖了都赔不起。沈明，我告诉你啊，这个合同是我楚氏上市集团立足的根基。你把合同给我，我就答应给你结婚，我就原谅你一次机会。你是觉得200亿是你的根基对吧？想要？我就说嘛，这个废物怎么敢动呢？你干什么？沈明，你干什么呀？找死！我看你们谁敢动！不是徐总，这可是宁总给我女儿的投资合同啊，这不能让这个楚楚这么毁了吧？是啊，我不管那些，我只知道我要服从宁总的命令。你们不是觉得自己高高在上吗？楚嫣儿，你不是觉得如今拥有的一切都是你努力得来的吗？你不是一直不承认我在暗中帮你吗？今天我就让你知道，你拥有的一切都能顷刻收回来。哎呦，我的天，这都是咱们家的钱呀，这怎么200办亿啊，这么没了呀！完了呀！沈明，你真的太过分了！过分！在场的所有人，就只有你最没资格说过分。刚刚做了什么，你忘了吗？害了我们所有人，害了我的家人，我妈还有若若，到现在还在医院躺着。你一次次的反悔，一次次的变本加厉，是觉得我老实，还是觉得我爱你可以肆意妄为？我说过，我要收回你的一切，这才是一小部分。若楠，继续。3年前，你楚氏集团只不过是一个市值几十万的小公司，是沈先生命我在背后扶持，所以你才得以顺风顺水。而如今，你贪慕虚荣，背信弃义，始乱终弃，楚氏集团将切断对你的一切帮扶。我宣布，楚氏集团总裁楚嫣儿行事不端，行为不检，我天鼎集团将断绝一切跟楚氏集团的来往，并在大夏境内对楚氏集团进行封杀，驳回楚氏集团的上市请求，打回原形，永不恢复。嫣儿，嫣儿，这个女人说的是真是假？我们不要她的投资，难道我们连以前的生活都没办法保证了吗？你们公司是没有跟天鼎财团直接合作，但是你们的合作方大多都隶属于我们天鼎财团旗下公司。宁总说要封杀你们，那么你们在江海就再无立足之地。徐总，
徐总，你不是很看好我女儿吗？你帮我们说说好话行不行？刚才就被你们蒙蔽了双眼，还想让我犯错？滚开！我辛辛苦苦经营的主持就这么没了，沈明，这都是我的心血，你就这么狠心吗？我说过会让你付出代价，现在只是将你们打回原形而已。小少，你刚才不是说要跟我女儿结婚吗？你不能不管她呀！我们不能回去过那个穷日子，求求你帮帮忙，说说好话行不行？小少，抬手，帮帮我们啊！聂若楠，这个小白脸到底对你有什么恩情，值得你这么好？这个就不劳你挂心，毕竟和你的账还没算。萧天策，扶你进天鼎集团，本就是看在你萧家的面子上，可是你呢，仗着公司的名头，在外面欺行霸市。现在我将你逐出集团，你的一切所作所为，跟我们天鼎集团毫无任何关系。开除我？聂若楠，你别忘了，背后站着的是中海的王家。王家？宁总，王家又是什么情况？沈先生，您淡出商界多年，有所不知，像我们这种明面上的大集团，就比如我们天鼎集团，虽然市值1000亿，可是实际上能流动的资金不过区几百亿而已。而真正在排行榜上那些隐世的大公司，才是真正的厉害。就好比萧天策说的王家，他们手里能流动的资金就有上千亿，而且实力远比我们天鼎集团强出100倍，是真正难以撼动的庞然大物。是吗？大胆去做吧，出了事我担着，不就是起义？废物，你说什么？少在这大放厥词了！你知道王家是什么级别吗？那可是财富榜上排名第1的家族。别以为你傍上了什么天鼎集团就可以为所欲为。我告诉你，你眼里的庞然大物，在我眼里不过是蝼蚁而已。妍儿，这回不用担心了，不就是一个天鼎集团吗？你看啊，萧少的背后是王家，那到时候你们两个结婚，他的背景就是你的背景，他到时候还怎么嚣张？对呀，萧少就是有出息，不就是个天鼎集团吗？有中海王家做靠山，咱们完全可以把这个天鼎集团都放在眼里。萧少，您刚才说的这一切都是真的吗？那是自然。王家二少爷跟我可是结拜兄弟，不过一点小忙而已，他不会不帮他。沈先生，他们把1000亿豪门王家搬出来了，我们要不要暂避其锋芒？1000亿而已，又算什么？楚嫣儿，这就是你最后的救命稻草。沈明这是怎么了？感觉他的气势完全不一样。之前一直说到了12点就什么都给我，难不成是真的？嫣儿，你怕他干什么呀？就是一个只会躲在女人背后，靠女人给撑腰的人，能有什么脑耐？对，男人就应该像萧少一样帅气多金。说的对，废物，看到了没有？在现在这个社会，谁有钱谁就是爷。还有你，聂若楠，赶紧把这个小白脸给我带回去。要是今天的事情让王少知道了，你确定你能担得起这个后果？你敢？怎么，有故事？没有。姓萧的，我不管你背后的势力是谁，但是你记住了，今天你伤害了我妈还有若若这笔账，我算定了。算账？你凭什么说这句话啊？凭这个女人吗？我记得你说过，有钱就可以为所欲为。那如果我比你，还有比你说的那个王家更有钱的话，是不是可以随便处置你？还有，你所说的那个财富榜，至于让你如此兴奋，那不知道这个王家在财富榜上
排名第几呀？好，本少今天就让你这个小瘪三开开眼。看清楚了，大夏财富榜，王家以8000亿的身家排名第1，是你这种废物能比的吗？哈哈，还比王家有钱？我告诉你，你要是真比王家有钱，老子他妈跪在这倒立吃屎！但是你要是没有，就乖乖的从这张椅子上给我滚下来，给本少舔鞋！倒立吃屎就不必了，屎都比你干净。只要你愿意乖乖给我跪下就好，只需要5秒钟，你就会跪下的。5，小子，你不吹牛会死啊！4，他这是怕了，他不敢面对了。3，沈明，滚吧，你是斗不过王家的。2，简直就是找死！1。50已到，兴奋开始。仙儿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咱们新的首富是沈明儿？对呀，是真的。我不知道，这就是你的底牌吗？怎么样？现在知道了，我是不是怎么样对你都行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你怎么可能在一瞬之间登顶首富之位？怎么不可能？你们面前的可是沈明沈先生，他可是金融天才。金融天才？沈明？沈明，你说清楚，这是什么情况？什么情况？我之前跟你说过，12点过后，你想要的一切我都可以满足你。之前你不信，现在信了。3年前，我在国外华尔街痛击他们美国金融，他们无可奈何，于是封禁我的资金3年，而且为此还绝不让我向任何人透露自己的信息。但是从今天开始，这一切都不一样了。你是3年前痛击米国金融的天才。不错，不仅如此，沈先生在回国之日还给我天鼎集团留下10字真言，正是靠这10个字，我天鼎集团才有今天。现在你们知道你们错过了一个什么样的人？有眼无珠。怎么可能？沈明是金融天才，时间也对得上，老当也是。难不成宁若楠说的是真的？哎，你干什么？我告诉你，你别以为有钱就能为所欲为啊！怎么，之前不是你说的有钱就了不起吗？萧少爷，答应的事情这么快就忘了？答应什么了？我不记得。你还真是不知廉耻啊！沈明，我们之前都是误会，人家萧少爷是好心帮忙，既然误会解除了，咱们可以继续结婚了吧？对，滚！别碰我，我嫌你脏。误会？我可不认为我们之间是误会。从你不信任我开始，从你纵容他伤害我家人开始，从你当众悔婚开始，咱们就毫无感情可言，剩下的只有恨，深仇大恨。沈明，你至于吗？要不是你隐瞒身份，你宁愿把你身份告诉一个外人，也不告诉我。我爸妈还有如烟怎么会想着来测试你？这一切还不都是怪你啊！楚嫣儿，你还真是昏聩。沈先生签订了保密协议，不得向任何人透露他的身。可你在他身边生活了3年，你一丝一毫都没察觉吗？我该骂你蠢呢，还是该说你眼瞎呢？你干嘛打嫣儿？就算你是总裁，也不能随便打人啊！我这一巴掌是替我们天鼎集团新任总裁沈明沈先生打，打他昏聩，打他无知。怎么，你不服啊？上来替他。别着急啊，还没完呢。
这一巴掌，我打你始乱终弃，背信弃义。这一巴掌，我是替沈先生的母亲和妹妹打，还有最后一。这一巴掌是打你这么多年辜负了沈先生的付出。娘，没事吧？是了，你打也打了，骂也骂了，这总该够了吧？别着急啊，账还没算完呢。来人，把柳如烟和萧天赐押到沈先生面前。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干什么啊？又不关我的事，抓我干嘛呀？放开我！我是王家大少，我就得死！之前你喂过我喝的脏水，让我穿过的小丑衣服，以及打的我母亲还有若若那些棍棒，如今我要一件一件给奉还回来。放开我！你闭上！把人打！志明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知道我不应该走到燕儿测试你的，我错了，你别打我。说起来，这事情的起因好像是你吧？虽然你嘴贱，但我不打女人。沈明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你就原谅我这一次吧，我们可以好好过日子的呀。好好过日子？你现在这话说得倒轻松啊，但是你忘了吗？我妈还有若若，如今还躺在医院里生死不知呢。我说过，你对我怎么样，我都可以既往不咎。但是你纵容他们伤害我的家人，这笔账好好跟你算。可是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你就原谅我吧。如烟是为了我好才会这样的。他们是为了你好，那我就是害你吗？你这是错。不，你是怕我，你怕我雷霆一怒，会让你们整个家族都荡然无存。你放心吧，跟你们他有关系，我都先脏了我的手。现在你们这家人给我滚蛋！沈明，燕儿都这么和你道歉了，你还斤斤计较，你还算不算是个男人呢？这里面可都是来参加你和燕儿婚礼的贵宾，我就不信了，没有我们燕儿，你这婚还怎么结？怎么面对里面的亲朋好友啊？到时候丢人的还是你们沈家。沈先生，里面的宾客已经等候多时了，吉时已过了，您看……听到了没，沈明？里面的人可都在催着呢，到时候收不了场，可别怪我们。就是啊，燕儿，这婚宴可是大事，没有了新娘，你看他这婚礼怎么办？丢脸的不还是他们家吗？你听到了吗，沈明？你不想在大庭广众之下丢脸，对吧？你给我丢的人还不够吗？现在反过来用这个要挟我，你们这是道德绑架，也太无耻了！我不管你们怎么说，这是我们夫妻俩自己的事情，我们关起来可以自己解决的。对，就是小霞，不管怎么说，咱们还是一家人呢。这闹也闹了，燕儿她自己也下车了。哦，对对，那个下车的费用我们就不要了，不要了，不要了。你们就好好的结婚，好好的过日子吧。对。老公，我们别闹了，我也不闹了，你就跟我好好回去。我们结完之后，我们去看妈妈和热热，好不好？你现在想跟我结婚了？晚了，我就是一个新娘而已，我换一个。若楠，你愿意嫁给我？这沈明，你已经疯了是不是？你能娶的只有我女儿。是，你要娶这个姓宁的女人，这太荒唐了吧！沈明，这是我的婚礼，我不允许毁了它。这是我的婚礼，这里的一草一木都是我妈操办的，包括你身上的这件婚纱。沈明，我可以出钱的，对吧，妈？我们家都可以出钱的，这些钱对我来说不在乎。
但是你真的不能换人，不能让别人代替我。你们真是给我气笑了！我从来没有见过你们有钱人这副嘴脸。好啊，是，对你来说，你觉得安排的这些东西都是理所应当，但是这对我来说，对我妈来说，都是她能拿出的最好的东西。不在乎，自然有人在乎。我不跟你这么说，这是我的婚礼，是你妈给我操办的，你不允许换人。如果你不想你妈被别人出脊梁骨的话，你只有跟我结婚这一条路。你们这帮无耻之徒，你们得势的时候就要当众换夫，如今知道沈先生的身份以后，又开始耍无赖，你们的良心哪儿去了？良心值几个钱呀？他可是新的首富，那身价几千亿、1万亿呢。我们家怎么可能把他拱手送人？对，好，你们想守就守着吧，你们不走，我走。凭什么我们走？该走的是他们。你这个女人不配穿这身婚纱，来人，给我扒了她！沈明，你愿意娶我吗？沈明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沈明，哎呦，嫣儿，你看你干了什么事儿啊？斗嘴的鸭子都飞了，你还不是都怪你们？你们之前那么看不起他，本来坚持我12点一到我就要结婚了，我现在变成这个样子，还不是都你们害的？非要做沈家，楚嫣儿，是你自己要甩掉这个拖油瓶的。当初大家商量这个事的时候，你一句话都没有说。你现在知道人家有钱了，你怪上我们了。他妈的，好事全让你占了。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妈，陆阳，我真的不能没有沈明，你们帮我追回他好不好？早知今日，你何必当初啊？是啊。行了，嫣儿，不必难过。实话告诉你们吧，他沈明摊上大事儿了。聂若男不过就是把他当做挡箭牌罢了。其实聂若男是王老二的未婚妻，他沈明连王老二的未婚妻都敢抢，我看他也是死到临头了。我妈跟若王怎么样了？好，我知道了，接下来严加看管，不能再出现任何意外。谢谢你啊，他们已经没事了。不客气的，沈先生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说吧，什么目的？真是什么都瞒不过沈先生。刚才外面提到王家老二，我看你表情就不对劲，怎么，他为难你了？沈先生，您是知道的，我来自中海，中海4大家族之一王家与我宁家是世交，那王家老二便是我们家族给我定下的未婚夫。我明白了，你这是想借我挡婚呢？好老套的剧情。不是这样的，我是真心仰慕沈先生。您年纪轻轻，一个人率队通缉米国金融，您是大义之士，是真正的伟人。那些世家大族眼里只有利益、金钱决定地位，我正是受不了这一点，才会来到江海，创立天鼎集团。我原本想着凭借我的个人努力做出一些成绩，只要我的资产比他们雄厚，我就可以彻底击垮他们，再也不用受他们摆布。可是无论我怎么努力，都撼动不了他们的根基。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您一回国，我就上门再三叨扰的原因。啊，你是想请我帮忙啊？我相信您的能力。很简单啊，不是就讲简单的资金筹过他们吗？我把钱转到天鼎集团的名下，不就行了？沈先生，您有所不知，虽然您已是新任大夏首富，9990亿的个人资产固然雄厚，可是
那4大家族的财力加起来，远远会超过这个数字。所以我们得想尽办法弄到更多资金才行。这也是为什么我诚邀您加入天鼎集团的原因。也是啊。不过，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，那个排行榜上只显示9999亿，而我的真实财富水平远不止于此呢？好了，看在你帮我解决楚嫣儿这桩糗事的份上，这个忙我帮了。真的吗，沈先生？那太好了，我这就回去筹备3日以后的中海商业交流会，到时候我会亲自宣布您的加盟。你看着安排吧。不过在此之前，你还得再帮我一个忙。什么忙？结婚。莲儿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有没有人愿意帮我的公司啊？天鼎集团都下了封杀令了，现在哪还有公司愿意跟咱们合作呀？最可气的是，原来那些上赶着巴结咱们的小公司，现在听到咱们没有天鼎集团的背书之后，也都把合作取消了。难道我辛辛苦苦经营的术士就这么没了？那你想个办法呀，这怎么办呢？呀，不必担心。萧天策，萧少，您怎么来了？我来自然是帮嫣儿解决困难。哎呀，萧少，来坐下，慢慢说。来，嫣儿快。萧少，你怎么能帮我呀？嫣儿，我知道经过天鼎集团的打压之后，嫣儿的公司过得非常不好。但是你别忘了，江海只是大夏的一小块地方，只要出了江海，他天鼎集团便拿嫣儿没有办法。说的容易，走出江海，凭我现在处事的能力，我怎么走得出？就凭这个。这是中海商业交流会的邀请函，到时候能够参加的全部都是咱们大夏顶尖的商业机构。只要我萧家为嫣儿美言几句，那订单还不是手得紧。中海商业交流会，我听说宁总就来自中海，到时候他肯定会去参加。那沈明到时候是不是也会去？放心吧，沈明娶了宁若楠的事情，王少已经知道。宁若楠是王少的未婚妻，你觉得沈明娶了宁若楠，他的下场是？太好了，终于能收拾沈明那个废物了，我到现在还想吐呢。萧少，真是谢谢你了，救了我们嫣儿。哎呀，还不赶快谢谢萧少？谢谢萧少。不必了，只要嫣儿心里清楚谁才是真心帮你，跟沈明划清界限。至于沈明，明日的交流会他不来便罢，若是他来的话，便让他死无葬身之地。你醒啦？这么早就醒了，看来昨天晚上没累着你啊。好啦，快起来吧，妈和若若我已经安排好了，咱们要出发去商会了啊。这么快就改口了？那要不要给妈再生个大胖小子？这还来呀？加紧准备吧。
你跟谁打电话呢？没什么，之前一个小兄弟，我让他给我准备点东西，给你一个惊喜。其实你不用对我这么伤心的，只要让四大家族和我爸妈知道你这个金融天才入驻了我的公司，这样我们的公司以后前途是无比巨大的。他们以后就不会再逼迫我做什么。放心吧，有我在，不会再有人强迫你了。沈明，你还真敢来这个地方，我要命了！萧天策，你怎么有脸来这儿？这里是中海的商业交流会，凭你萧家的实力，应该没资格踏进来。聂若楠，我知道你瞧不上我，凭我萧家的实力，也确实来不了这个地方。可惜了，我有这个。看清楚了，我是堂堂正正受到邀请来到这儿，这地字号邀请函就是证明，不像某些废物，只能靠女人。萧天策，怎么好了伤疤忘了疼？难道你忘记那天趴在地下奄奄一息的样子？沈明，你在这儿嚣张什么呀？这儿不是江海，也不是天鼎集团能一手遮天的地方。哦，那你们这么嚣张的依仗是什么呀？哼，当然是中海四大家族之首王家。沈明，要我说，你这胆子还真大。王老二的未婚妻你都敢抢，狗命不要了！哼哼，这有什么不敢的？不是你说的有钱便能为所欲为吗？哼，就你这三瓜俩枣，在四大家族面前算个屁呀！沈明，这里毕竟是中海，随随便便都是大生意，王家你招惹不起的。还有，告诉你，这个女人就是在利用你。我自己的老婆，还轮不到你一个外人提醒我。如果我连自己的老婆都保护不好，那我算什么男人？我们走。请出示请柬。请柬？我们天鼎集团是直邀，哪来什么请柬？毕竟还说我进不去，现在也知道是谁的意思。薛先生，请。来，呸！我都打电话问过了，他们都不知道请柬的事儿，这一定是王家搞的鬼。怎么，你就没想到王家会在宴会上刁难你吗？我以为……那我们还是走吧。好了，不逗你了，咱们进去吧。啊？天字号请柬，贵宾您请。你从哪弄的请柬啊？还是天字号的？这可是四大家族才能获得的，你这也……说了要帮你，我怎么会没有准备呢？走吧，上面还有更大的惊喜给你准备着。你不是要比四大家族有钱吗？还有另外一个办法。其实，要比一个人有钱，不一定要你自己的财富超过他，让他没你有钱就够了。若楠，好久不见呀！王家老二，若楠，好久不见。你们走吧，去找位置。慢着，谁允许你们走？你要干嘛呀？我们也是受邀而来，你想在这里发难不成？受邀那是你，这个废物可没有受邀，他没资格。王学武，你给我放尊重一点，这是我宁若楠的丈夫沈明。王老二，你好，我是若楠的丈夫沈明。各位，这个呢是一个靠女人上位的废物，他怎么有资格跟我们一起落座呢？是不是啊？王兄说的没错，一个靠女人上位的垃圾根本就不配站在这儿。
宁总，您还是赶紧把他甩了吧。就是啊，宁若楠，别怪我没提醒。这男的跟妍儿在一起的时候，我就看他不行。沈明，你赶紧走吧，这里没你的位置。哦，这里是谁规定了吗？规定我不能进来。规矩当然有了。论规定呢，酒店都会贴一张海报，上面写着那个“倭国人与狗不得入内”啊。王兄说的对，沈明，那你是狗的还是倭国人？够了，王学武，你别太过分。小子，你心里的算盘呢，我们都知道。可是若男不是你能攀附得起的，因为你配。王老二，你够了！沈明是我自己选择的丈夫，我们之间没有谁依靠谁。若男，你不要再执迷不悟了。我知道你对我们王家，甚至对4大家族都有意见。你想取消我们的婚约，对吧？可以，但是你不能找这么一个废物来顶包。你作践自己没问题，可是你伤了我们王家的颜面。这笔账我是找你算的，还是找他算呢？王老二，不用这么着急，咄咄逼人。你想找我的麻烦，自然可以过来找我，只不过只怕这个麻烦你惹不起。我惹不起？哎，你一个连500万下车费都交不起的废物，就算你攀附上了若男，你们2个加到一起，我碾死你们，像宰鸡与蚂蚁一样简单，是吗？那你可以试试。小子，你是真不怕死？小子，你还真的是不怕死呀？约好，我就让你见识见识我们4大家族的手段。给我把天鼎集团的股份即刻抛售！天鼎集团的一切产品不得进我魏家仓库。天鼎集团旗下所有产品全部下架。利用家族势力强行进行商业封锁，不过你们这手段呀，也太幼稚。幼稚，但是致命。小子，你看到了吧？你眼中的庞然大物，天鼎集团在我们眼里不过尔尔。现在知道我们之间实力的差距了吗？啊，王学武，宁总，我刚接到消息，我们天鼎集团的股票开始下跌，所有产品全部滞销，另外还有价值几百亿的资产不知所踪，现在怎么办？行动的如此之快，不给我们任何反应时间，这就是4大家族的恐怖之处。沈明，你也有今天，靠山倒了，在嚣张啊！世明，等到你身败名裂了，我要让你喝100桶脏水。那今天我教你一招啊，永远不要在敌人面前表述自己的恐惧，不然如果被敌人发现的话，他们因为捏住了你的软肋，气焰会越来越嚣张的。放心吧，雕虫小技罢了，不足挂齿。快！小子，你还真是不到黄河心不死啊！我告诉你，我们4大家族联合要整倒天鼎集团的话，神仙来了也救不了。是吗？那如果我救得了呢？若男，我真没想到你找的这个小姘头还真是一个不知所谓的无知小儿啊！事情都到这一步了，还敢在这儿大言不惭？年轻人啊，还是太天真了。这是商场，逞口舌之快是没用的。沈明，到底是什么让你现在还有恃无恐的站在这儿？靠山都倒了，你还有什么底气站在我们面前？我的底气就是我自己，不就是一点钱能解决的问题吗？我有的是。不过话说回来了，你们如此违约，那要承担的违约金肯定不少。违约金？天鼎财团不过是一个小小的100亿财团，我们4大家族联合起来，财力何止万亿？
违约金那小小几亿，我们拖死千鼎财团还是绰绰有余的。啊，10分钟之内，你们就会收到千鼎集团破产的消息。我说的。沈明，对不起，都是我连累你了。我原本以为凭我多年的努力，在4大家族面前不至于如此脆弱，看来是我低估了他们的实力。不怕，是非祸福，我们一起承担。况且，你还不相信我吗？好啊，我倒想看看你是怎么帮助若男翻盘的。王少，少听他在这吹牛了，他不过就是一个靠着女人的废物，之前黏着嫣儿，现在又傍着宁若男。沈明，没有女人你活不了是吧？沈明，你还以为自己是首富呢，演上瘾了你。你那点事儿啊，王少都跟我们解释过了，你那个首富头衔是假的。什么？王少说了呀，你就是找人做了个小程序，改了一下拿出来糊弄人的。你不就是想在婚礼上让嫣儿高看你一眼吗？无耻！舒燕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沈明真的在骗我啊？是真的，嫣儿，咱们被这个人渣给骗惨了。你想想，他要是真那么有实力的话，能一瞬当年首富之位，那区500万他拿不出来。哎呀，要不是萧少点醒，咱们现在还蒙在鼓里呢。沈明，他们说的是真的吗？是真的，我作证。沈明啊，沈明，你这个混蛋，你知不知道你害死了多少人啊？楚嫣儿，我不想跟你过多解释，你的遭遇都是自己咎由自取。这种鬼话都能相信，真是无药可救。别说话，我为的是他。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，你觉得是怎么样，那就怎么样吧。你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沈明是我丈夫，岂是你说打就能打的？诸位，沈明是我丈夫，是我宁若男认准的人。你们有什么大可可以冲我来，我就不相信在中海商业交流会上有人敢公然对我们动手。精彩，还真是精彩啊！若男，我告诉你，你别以为在这里我不敢动他。你之所以会受邀到这里来，是因为你跟我们王家的关系。你知道我们地位上的差距吗？10分钟快到了，消息也该来了。哎，有什么话大声说，让他们都明白。王总，天鼎集团股票暴涨，在4大家族操作后呈现暴跌趋势。听到了吗？这就是我们4大家族的手段，我们是你们招惹不起。急什么？好戏还在后头。死到临头还敢嘴呀？也好，我就让你死得明明白白。接着说。但是什么说呀？但是不知道为什么，天鼎集团在您通告发出的10分钟里，不但没有崩盘，而且还呈现上升趋势。而且什么？说呀！我来替他说吧。天鼎集团的股票不仅没有崩盘，而且还在上升。就在你们对我放狠话的这段时间里，天鼎集团的股票相比开市的时候已经翻了1倍。而这一切还要感谢你们这些4大家族自作聪明的人啊！喂，你说什么？这都是你搞的鬼！能在4大家族的商业围攻下全身而退，死在我们这一招手下的企业数不胜数，这不可能！小子，你告诉我你是怎么做到的？你说出来，我也许会大发慈悲饶你一命。真的假的？4家合围的情况下，天鼎集团不但没崩，还涨了。什么操作？之前宁总说他是3年前打击米国金融的商业巨子，难不成这是真的呀？什么商业巨子？欺负我看，不过就是他糊弄学区的手段罢了，就跟之前财富一样。你是怎么做到的？还记得我在来之前打过一个电话吗？电话和那个电话有关系吗？当然了，悄悄告诉你啊，我联系的那个人姓夏，叫夏青。沈老师，你的意思是天鼎集团股份出现波动，就立马把你的钱投进去稳定大盘了？没错，
不管是期货还是股票，只要出来，通通拿下，掌握在手中。那亏空怎么处理？放心吧，自然会有人出现帮我们补的。原来这就是你说的礼物啊！我既然要帮你摆脱4大家族的束缚，但这只是第一步。那股票突然涨了数倍是什么意思？这个，你可就得感谢王少爷了。在股市当中，有一种说法叫做套空。一开始，大家看见4大家族在抛售天鼎集团的股票，弄得大家人心惶惶。但是当我注入资金，稳住大盘的时候，大家又会有所犹豫。每次的亏空，4大家族都会拿出违约款进行补偿，这很容易让大家联想到这是在做空。就像你说的，4大家族的根基那么深厚，他们联手对付一个100亿企业，这事闻所未闻。但是你们别忘了，在股市当中从来不缺乏冒险的人，他们也许认为这是商机，于是会自然而然跟着投注，这就是大盘涨幅的秘密。所以我说，你得感谢王少爷。原来如此啊，看来还真得好好谢谢王少爷才是。王少，这可怎么办呀？对呀，王少，咱们总不能真折在这小子手上吧？王少，你拿下主意啊！咱们几个可是每人都亏了几百个亿进去了，你吵什么吵啊？不就是亏了点钱吗？这有什么？利用我们4大家族的名誉和声望，以及群众多疑的心理，不应该啊！你怎么可能短时间内做出这么多的决策？这不可能！小子，我问你，你是怎么敢断定我们4大家族要为天鼎集团动手的？所以我说你们还年轻嘛，米国的那群恶狼才是更没人性，他们才是真的吃人不吐骨头。你少跟我提什么米国什么华尔街，故弄玄虚。我告诉你，你别以为你耍了一点小聪明就能怎么样，改变不了你今天的结局。哦，你还有什么招数？今晚聚在这里的都是中海各地的顶尖名人，即使最边缘的放到江海来，也是最顶尖的。而你呢？你不过是一个依靠着天鼎集团混进来的废物罢了。你怎么敢在这儿大放厥词？沈明能进来不是因为我，是因为他有天赋。让他说完。宁若拿呀，我看你真的是被猪油迷信。我问你，你知道为什么今天我们在座的各位进来都需要邀请函吗？我来告诉你，是因为我们今天汇聚在此，都为了等待同一个人，他就是大夏商会总代理会长夏青夏老。燕儿，这个夏老是谁呀？我没听说过，但是这名字有点耳熟。夏老呢，是大夏商会的总代理会长，掌握着大夏的经济命脉，这种人才是顶尖的存在。而我们王家与夏老已经达成了合作，不久的将来，夏老就会来我们王家进行商业指导，届时我们王家在大夏的地位也会水涨船高。而你呢，依然是一个只会依靠女人的废物。我都不能把夏青的老小子混得这么好，看来没白教他。你把这个夏老头吹嘘的这么神秘，那你信不信？就算他站到我的面前，也得对我弯腰鞠躬。他对夏老不敬，我看你是活腻了。沈明，这夏老是何许人也？咱们不能对他不敬。我没说错，他见着我呀，就是得点头去。你好大的胆子啊！你以为自己有点小聪明就可以对夏老不敬吗？你这是在引众怒。没错，各位，这个废物耍了点小聪明，从4大家族手下逃生，事后不但不知悔改，居然还敢侮辱德高望重的夏老。各位，你们都是中海商会的顶尖家族，你们能忍吗？不能忍！好，提议请这个无知小儿双腿打断，扔出此地。好，来人，
给我打断！小天策，你别太过分了。有什么不敢？宁若南，你也听到了，他这是犯了众怒，这已经不是我们四大家族的事儿。夏老是我们中海乃至大夏都德高望重的大人物，整个大夏商会的事儿，他敢出言不逊，这点教育对于他来说已经算轻的了。宁若南，这小子现在得罪的是整个大夏商会，难不成你以为你天顶子还能保得住他？我劝你早点跟他撇清关系，免得引祸上身。到最后连累的是你们宁家。沈明是我丈夫，他惹的事自有我一力承担。你担得起吗？给我把这个不知死活的小子拿下！谁敢？看来我来的不是时候，你们在唱大戏吗？夏老，您说笑了。我们呢是要惩罚一个对您不敬的小子，这点小事呢，您就不用太操心了。哦，出言不逊，我倒是要看看在小小的中海，谁有这么大胆子对我出言不逊。就是他，老师，没错，夏老这个废物，他居然想演，您见了他都得低头3分。在座的各位权贵全都听到了，只要您一声令下，我立马叫人打断他的狗腿，封上他的狗嘴，让他在您面前磕头道歉。你敢？有我在，谁敢动他？薛老师，让您受罪了。老师，老夏，记得啊，没想到3年不见，也混得这么好了。哪里，还是老师您教导有方啊！我也是凭借您的方法跟谋略，一步步才走到今天的位置上。得了吧，夏老，他是您老师？您年纪比他大那么多，他怎么可能是您的老师？谁告诉你为师者必须年长？沈先生那是我们大夏100年不遇的金融天子。3年前，他带领我们在米国华尔街痛击米国基，在场的诸位，谁有这个气魄？谁有这个手腕呢？我尊称他为老师，又有何妨？什么？沈明是商业巨子，金融首富，所以以前说的都是真的？我不信！这个废物连500万都拿不出来，怎么可能像你说的那么厉害？我不信，我不信！你信吗？啊！我不信！你呢？说话！我不信！你不信？你们信吗？信啊！你听到了？不光是我不信，是大家都不信。哎，放肆！敢对沈先生不敬！夏老，您息怒，我们哪有这个意思呀？您看，在座的都是各界名流，对不对？包括我们4大家族之内，对您呢也都是特别尊重的。但是您说他是您的老师，您一身本事都是从他那儿学的，我不认，我也不信。我相信不光我不认，在座的各位，你们认吗？对啊，您看，好啊，很好，你们中海商会可真是长出息，连我的话都视若无睹了吗？哎，老夏别气，我倒想看看他们究竟能耍出多少花招。既然你们有眼无珠，那就让你们开开眼。你们可知此次商会举办是为什么吗？当然是把我们这些企业聚到一起，大家互相扶持、互相交流啊。那你们可知此次商会为何打破3年来的惯例，设置邀请函吗？那当然，是因为夏老你呀，不，大错特错！我只不过是一个代理会长而已，有何脸面担此殊荣？在大夏，唯有一人可担此殊荣，那就是商会的总会长。这个位置
已经空了3年了，今日便是总会长正式归位之时。会长，请坐。学生夏青恭迎老师就任大夏商会总会长之职。若楠，若楠，怎么了？哦，没有，就是太惊讶了。我原本以为你是商界天才，没想到你的权势竟然这么大。傻瓜，权势再大还不是你老公吗？你忘了，我答应过你要帮你摆平4大家族，我说到就一定会做到。那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做？是凝聚商会的力量，给他们致命一击吗？其实想要比一个人有钱，除了赚钱之外，还有另外一个办法，那就是让他破产，比你穷。夏青啊，这些年你帮我坐镇，辛苦你了，老腰不好，起来吧。无妨无妨，老师，我等这一天已经很久了。夏老，你这是做什么？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对呀，夏老，他就是一个连婚都结不起的穷逼，他怎么可能是大夏商会的总会长呢？啊，一切肯定是假的，他不过就是言而不要脸的垃圾，他凭什么能坐在这个位置上？你给我下来！那是他楚嫣儿眼瞎，还有你们也是同一类货色，狗眼看人低。竟然敢打我！住！我今天就坐在这里，不服的可以站出来。我王家不服，还有谁不服？都给我站出来！我欧阳家不服，孟家不服，我魏家不服，我萧家也不服，我柳如知渊不服。道了，就知道你们不服，不服就好，服了可就没意思。你什么意思？我答应过若楠，要帮他推翻你们4大家族。今夜之后，你们4大家族将不复存在。听你的意思，你是想让我们4大家族破产？不错。沈明啊，你是不是突然坐在这个位置上忘了你是谁了？啊，对。大夏商会总会长的位置是位高权重，但仅凭此就想一瞬之间让我们4大家族覆灭，这梦你是不是没做醒啊？我从来不做梦，我做事只要说得出口的，那必定做得到。那要是你做不到呢？我若做不到，这个位置让给你们也罢。好，这是你说的。如果你不能在一瞬之间肃灭了我们4大家族的话，你就乖乖的从这个位置上滚下来，我来做。时间差不多了，你们也该收到消息了。妈，我孟家破产了，我魏家也是。我也是。皇上，这是什么情况？我王家也破产了。皇上，你说什么？皇家破产了？你说，你到底是用了什么卑鄙的手段，可以瞬间瓦解了我万亿资产？没有什么不可能。你不是要比谁有钱吗？那我就用钱砸，用比你们多1倍的钱，将你王家，将4大家族砸出一个缺口，再慢慢蚕食。1倍？不可能！就算排行榜上的事情是真的，
你也不够万亿资产，完全无法与我们四大家族匹敌。你怎么可能有这么多钱？谁告诉你我只有那么多？大夏财富榜顶额显示9999，而你们这帮愚蠢的家伙误以为老师只有那么一点钱。想当初老师在米国的时候，每天从他手上操作的资金至少也有70万亿上下。我实在是没想到啊，堂堂四大家族竟然如此不经打。好了，既如此，你们四大家族从今往后也就别再蹦跶了。我宣布，从今日起，中海四大家族被大夏商会封杀，外带将消息大夏境内全部封杀，永不解封。我怎么可能会输？我不信！堂堂的王家怎么可能就这么覆灭了？我不信！哼，信不信？事实便是如此。回去告诉你们王家家属，今天是因为你王学武，你王家才被灭了。来人啊，他们都给我拖出去！别动我！我不信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沈明，你从头到尾就没有信过我吗？我知道你签了保密协议，但是哪怕你随便给我开句玩笑，提一嘴，我们之间也不必这样。是吗？楚嫣儿，我在你眼中不过就是一个连婚都结不起的废物罢了。你觉得我如果跟你开那种玩笑，你会信吗？我会的，我是真的会的。行了吧，楚嫣儿，我的千言万语比不过你闺蜜柳如烟，比不过那个萧天策，比不过你爸妈随随便便的一句话。你能走到今天，都是你左咎由自取。你知道吗？曾经有一日登云霄的机会摆在你的面前，你忍了3年，但等到最后一刻，也因为那些人的蛊惑，你没能忍住。事到如今，要不是我妈跟若若安然无恙，你以为你能好好的站在我的面前跟我讲话？我知道错了，沈明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我也是可以再等你3年的，我真的不能没有你，再给我一次机会。够了，别再说了，我还得谢谢你呢。要不是你，我根本看不清楚谁是真的爱我，而你只是爱钱罢了。滚吧，别让我亲自收拾你。Tell me the truth, this is the end. I feel like lose myself. Can't find